家好，我们是蛙家。还记得上集的日本逛街之旅吗？从新斋桥到南波，我们挖遍了居家小物、文具杂货和必吃甜点。没看过的快点资讯卡回顾新斋桥南波大冒险。今天我们将从温馨民宿出发，直奔购物天堂梅田。更令人期待的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加入。他不仅在日本生活多年，更对大阪购物地图了若指掌。究竟是谁呢？稍后揭晓，千万别转台。本次旅程感谢温措家居选品赞助播出。现在镜头交给日本特派员卫斯理。看下去之前，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大家早安，我是你们的外景主持人卫斯理。是的，我们今天呢要即将出发前往梅田地区啊！今天真是睡饱了，要准备出门喽！大家一定很期待我们今天有个神秘嘉宾，到底是谁呢？跟我一起去吧 ，Go Go！ 你在干嘛？快点啊！东西还找不到啊！东西还找不到？你看你怎么一个行李箱弄那么乱，太扯了吧！你过去都没有收纳吗？拜托你看一下我的好不好？噔噔，你看。这是我出发前就整理的东西，这是我用了 Brandon 的收纳袋，好像真的很好用哦。你看，甚至还有就剩一半，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要专门来买东西的，所以呢，我就预留了这个空间，我还把它预留下来说，到时候可以放各种东西，这样子的整理才叫整理吧。哦，快叫我收纳达人，收纳达人。像这个呢，就是我爱用的 Brandon 第2代旅行压缩袋，你知道吗？像这样很多衣服啊，压完就会扁扁的一片，其实我跟你说，对我这个收纳的达人来讲，真的非常厉害哦。它的拉链呢是2层的设计，它第1层呢是密封的，第2层是用来压缩，你再拉一次，压一次，拉一次，压一次。我觉得超疗愈的哦。而且你像这个 M 尺寸的呢，它一次可以收纳9件衣服跟2件裤子哦。而且M 尺寸的这个收纳袋它其实有前后2面，一面呢可以装你一般普通的衣服，另外一面就可以放置你的私人衣物，比方说内衣或袜子，所以是非常便利的哦。而且这是第2代改的超级有感的哦，除了整体的材质呢已经升级成高品质的防泼水的尼龙布之外，它还多了这一个超级厉害的压缩拉环，它呢非常的好拉，而且不卡手，我跟你说这真的超级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改变了它的织法，所以它的3层面料呢是非常的耐用的。它内部呢其实还加了所谓的隐藏网袋，让你的小物超好来做分类。它还多了一个所谓的挂钩设计，只要你要出门回到家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挂墙，是非常方便的哦。最后一个是有关于它的尺寸哦，我跟你说，它大件小件，让你一包就搞定。你看，我这次就把行李分为3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关于衣物的部分。第2个部分，我是放置所谓的清洁用品。跟你讲一个最厉害的事情，是我把我家的枕头也带出来啦，所以我就腾出了非常多的空间，可以来放置我的摄影器材或是我购物的战利品啦。接下来我还带了这台超强的衣物真空机，它是我用来专门收集我的脏衣服的哦。像这样子的真空收纳袋的专用机，它有专属于自己的 Type-C 的充电接头。拿起来其实非常轻巧，收起来也不占空间。我呢就专门把它拿来收脏衣服，味道就不会乱窜。推荐给我一样会常常出门旅行的好朋友喽。看看像我这样有整理癖的人这样子简简单单，然后又分类的非常清楚，是不是非常好呢？好的，整理完了，那我们现在要即将出发，前往梅田去找我们的神秘嘉宾。大家快跟我走吧。第1站。袜子。要去逛梅田之前呢，其实我忍不住想先来逛这间袜子。袜子其实有2间店哦，第1间店是在天下茶屋，第2间店呢就是我现在身后的祝之江的南海店。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你要看收纳，你想要逛清洁商品或是你想要买一些特殊的收纳小物，在这个地方其实都买得到哦。而且我知道其实现在袜子已经成立了30周年了，所以我们这次还特别请了袜子的店长来为我们稍微推荐一下他心目当中最理想的3款的小物是哪3样。那我们就请店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喽。
这一款呢是店长推荐的百元小物的首选哦。为什么？这个清洁组呢，就是通常是这样子再加这样嘛，它其实就有70卷，还2个，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粘性非常的强，如果你是常外出的人啊，身上需要去滚啊，或者是把你的毛屑弄掉的话，它就可以直接用。第二个呢，其实因为它粘性非常强嘛，它是可以来滚所谓的地毯的哦，所以在地毯清洁部分也可以直接拿它。那因为呢，其实像我们常会住在小坪数的空间，吸尘器没有办法这样子转啊，或一些角度上面的问题，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滚轮直接去滚它，这样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哦，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呢，跟观众朋友介绍的是猫脚造型的椅套。这个椅套就是如果你是爱猫族的话，你应该会非常喜欢，而且它款式非常多哦。它呢其实可以直接套在椅子上面，可以让你耐滑耐刮，也可以让你降噪哦。它一组是4个，然后呢它有伸缩的材质，然后呢你可以随时套在你想要的那个椅子上面。这个部分也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哦。接下来呢，要推荐的是万用清洁小苏打的万用湿巾。这一款呢，其实是清洁神器。你看，它可以用在厨房跟浴室。那呢，它其实外面一包就很像我们常用的湿纸巾，但是你知道吗？它里面是含有电解水以及小苏打的哦。电解水呢，其实是一个快速可以去融化油污的部分哦。那再来就是有关于小苏打部分，它会有一点研磨力，所以你可以用在厨房啊，你可以像在瓦斯炉的旁边，或是像浴室里面，如果你有看到黄污，它可以就直接把它轻轻松松就可以直接完成。重点是因为加了小苏打，它还带了一点清香。另外这一款也是店员大大推荐的哦。听说他之前是一个清洁师，他呢绕了一圈啊，每一次都会回来回购这个商品，所以回购率超级高，所以我们就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哦。以上商品呢是我请袜子店长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小物，如果你有喜欢来大阪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间店哦。没办法来到大阪也没关系，台湾的 Seven 也已经袜子喽。接下来呢，我就要前往梅田车站跟我的神秘嘉宾会合，然后他会推荐非常多小物给各位的。那到底是谁呢？跟我一起去吧。Go go！ 今天我们来到阪神百货，那在我左手边呢是文具控的 Kiki， 那他会带我们来带逛哦。Kiki 跟我们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大家好，我是 Kiki， 我是之前在台湾念过书的日本人，然后之前在文具店工作过，那今天就交给我吧。好的，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Go！ 第2站 Loft。想请 Kiki 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 Loft 那么多家，会特别选这一家带我们逛呢？这一家是在5月才刚开幕的，然后很新，然后它的文具的选项就是有特别挑过的，所以它的每一样商品都是很精致、很可爱。然后除了文具之外，他们还有彩妆跟美妆，还有生活用品，所以真的是一站式购足。所以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接下来就请 Kiki 帮我们介绍你帮我们挑选的一些你觉得心目中好用的一些文具吧。第一项商品是这个宝盖头书架。宝盖头书架，这个形状就跟中文的汉字宝盖粘那个宝盖头，对，日文也是这样讲。对，日文是叫乌卡姆里。乌卡姆里，对，就是那个形状。宝盖头，对，宝盖头。哦，那还有什么特殊的功用吗？它比一般的书架更宽一些，然后它是可以就是直接夹在上面，然后那个页面都不会乱翻页。接下来要帮我们介绍什么商品呢？好。下一样商品是这个 Kita 纸胶带。纸胶带，它特别的点就是一般的纸胶带不是圆圆的，不方便携带，因为如果你要带三样、4样就比较占空间。对。但是这个的话就可以带4样纸胶带。因为台湾人其实还蛮多人会一直收集纸胶带，然后它反而有类似这样子，就是把它变成稍微短一点点，然后做的也比较薄，所以如果你有要携带的话，就不用携带4捆，反而呢你这样就可以直接携带4样。对。就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很精致，然后也推荐给我喜欢纸胶带的朋友哦。那接下来要帮我们介绍什么新奇的商品呢？下一个商品是这个可爱的印章，感觉真的跟你一样超可爱。还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吗？好，我直接示范给你哦。好，它是这样子一连串的，有6个，然后你就找地方，如果选择一个空白的地方，然后盖上你想要的。对，图案像这样子，如果你想要盖在这个地方，你就按下去，就会有那个小图案。对，很可爱耶。它
它其实也可以单独的哦。你找不到刚好的位置的话，就可以直接单独一个一个把它拿起来用，这样子。单独这样子。那 Kiki 接下来帮我们介绍什么东西呢？下一样是这个圆头荧光笔哦，圆头的荧光笔，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荧光笔都是平头的，它是圆头的。对，它是圆头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做标记的话，直接把它点上去就有圆圆。对，一点当标记。对，这样子就可以做圆圆的造型。OK， 然后如果假设今天是要荧光造型，就是直接这样子对一笔。对，它很特殊，它有3个颜色。对，它是一组就有三个颜色，然后如果你喜欢蓝色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最前面。哦。然后如果你买2组的话，也可以直接连。对，这样就有6个颜色，你会拿到这么长的荧光笔，很特别耶。对对对。第3站 Tools 文具店。那接下来 Kiki 要带我们观众朋友去哪里呢？我要带你逛这个日本的美术社 Toulouse， 那我们就一起马秀喽 ，Go Go！那接下来就请 Kiki 呢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刚刚在那个 Toulouse 选择了哪几样一些你觉得推荐的商品呢？好，第一样商品是这个正方形绘画本。绘画本，就是喜欢画画的人专门用的吗？对，就是水彩画也可以，然后正方形很方便携带，还有日本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提供盖印章嘛，那个神社的工艺，对，工艺都可以盖在这上面。是，所以它算是纸比较厚。对，然后所以说就是，如果是你平常是喜欢就是绘画啊，或者喜欢用的话，这样的话比较好带。对，水彩画也可以画在这上面，比较不会透过去。对，那接下来听说要帮我介绍一款非常特别的，如果你是喜欢写字的人的话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东西。下一样商品是这个沾水笔。沾水笔。它是用不锈钢去做的沾水笔。哦，不锈钢沾水，它通常原本它都是用什么材质啊？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是玻璃的沾水笔的话，比较不方便携带啊，或是小朋友的话可能掉了就破掉了。对，但是这一个的话是用不锈钢做的，所以比较不容易破掉，而且这样感觉就是第一个是好携带，第二个是在写的部分好像也是比较顺手。对，比较顺手。那接下来呢，好像要介绍一项跟刚刚有一点点相似，但有一点不同的东西咯。请问 Kiki 要帮我们介绍什么呢？下一个商品是这个透明印章，就是你通常盖印章的时候盖不准，或是就是歪掉了，或是位置比较难找到。是，但是这个的话是透明的，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到准确的位置。我觉得这个设计就真的非常好，而且它还给你一个，就是怕你真的看不清楚，所以它还给了你一个图示，所以你就可以对应那个图示去找到你想要精准放的那个位置，这样。而且听说它是不是得奖作品？对，它是2025年的文具大赏的得奖作品。当然我们也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喽。第4站萧之彻 DIY 章鱼烧。接下来呢，终于来到我们的午餐时间。对 ，Kiki 今天帮我们选了一家餐厅，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好，这一家店叫做 Taco no Tetsu， 这家店是可以 DIY 章鱼烧的店，超酷的 DIY 章鱼烧。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很常自己 DIY 章鱼烧，真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弄，不过弄料太麻烦了。那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它呢？是因为这种可以 DIY 章鱼烧的店比较少见，而且这家店很好吃，然后很推荐朋友啊或是家人亲自一起来做。而且我看墙上就是写满了各种。就是签名，所以就代表真的很多名人有来，很多名人都会来这边。那有推荐的几个口味吗？我每次来都会点那个明太子麻吉，对，明太子麻吉的口味，对，好酷哦，很好吃。然后他们自己的那个有他们的店名的章鱼烧，对。然后这个的话里面会有章鱼啊、虾仁，还有猪肉哦。所以其实料都是有像我们
俗称的海陆，就是有海鲜，然后也有就是猪肉可以吃。对，那这里面是不是也有那个就是看到我们有那个大阪烧也可以，就是它所以全部都是自己 DIY 自己做啊。DIY 的话是只有章鱼烧，大阪烧的话他们会帮我们准备。太开心了，我们准备一起开动喽！第5站无印良品。接下来呢 ，Kiki 要帮我们介绍的是，听说是关西最大的无印良品。然后想说 ，Kiki 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一间无印良品有什么特色吗？好，这间无印良品有3层楼，然后它的特色就是有卖家具的，还有卖文具的，还可以做健康检测，对，健康检测。你可以侦测你的皮肤的状况呢，还有你的血压，还有你的身体里面的状况，然后你可以跟他们的店员讨论说你适合哪一个中药这样子。对，而且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因为我很喜欢香氛它的是有一个香氛的展示品，对不对？对，所以你可以闻各种不同的香氛。那接下来就请 Kiki 呢带我们进去逛一下，看有什么你觉得适合，而且觉得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喽。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Go！8间的无印良品，3层真的逛得非常之累。对，那我想请 Kiki 来吧，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帮我们推荐的有几样你觉得不错的无印的商品呢？好，第一样是这个钢笔。钢笔。对，无印的钢笔是不能小看的哦，它其实是跟日本的经典的日本的文具牌子叫做白金，有点像联名的。白金做的钢笔的话，它写起来的感觉很顺。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用钢笔的话，可以试试看无印的这个钢笔。连我都会有想要采购一支练习。那我们来介绍下一项。好，下一项是这个卷线带。卷线带是魔鬼毡形式的。对，魔鬼毡式的。然后它特别的点就是这个地方呢，很多地方都有它切线，所以看你需要多长，你就可以用手指这样子直接就撕开，然后最后一项是这个包中包。包中包为什么要叫它为包中包？因为它是包包里面的包里面，所以包中包。那它这个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特色吗？可以介绍给我们观众朋友。它里面是有很多口袋的，夹层。对，然后如果你拿托特包的时候，托特包里面的东西比较容易乱掉，对，然后比较难找到东西。那你把东西先放到这个口袋里面，再把它放在包包里面的话，比较方便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呢，你如果可以利用，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分隔，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的话，会比较方便找到。今天呢，特别来到就是这个无印真的非常大间哦。我在台湾其实非常喜欢逛无印，然后这边就是总共有3层楼，然后就是第1层就是衣服啊，第2个也有就是所谓的生活用品啊，然后第3个呢其实可以带你去逛一些无印的家具啊。那我觉得这里面还很特别哦，包含它里面还有给水机耶。对，为什么在日本会有特别？是每一个无印都有吗？现在越来越多无印都会有给水机，因为日本很少地方会有可以装水的地方。所以其实就在无印良品，如果你刚好逛到口渴了，你也可以再来弄。对，那我们就准备要前往下一个地点喽。那我们就 Let's go。第6站苏豪鲁姆咖啡。那我们在梅田行程的最后呢 ，Kiki 带我们来了一间咖啡厅，然后我想请 Kiki 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间咖啡厅呢？这间咖啡厅叫做苏豪鲁姆咖啡，这边其实是一个
家具店开的咖啡厅。家具店开的咖啡厅哦。所以旁边其实是一个家具店。重点是那个旁边的家具店啊，其实它非常非常多元了，它里面有厨房，然后呢，它也有一些香氛的部分，包括因为我很喜欢插花，里面有非常多花器，然后最后它那边还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家具可以再选择，而且它其实距离无印非常的近，对，同一栋，所以其实就是来这边的话，就是如果你这边逛得非常非常累，那你可以选择这个咖啡店作为你来中间做休息的地方喽。那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餐点喽。好酷啊，它是草莓口味。对呀，看起来很可爱。对。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好吃吗？好吃，非常好吃。等一下我也要来品尝一下。不会太甜，不会太甜，然后口感也脆脆的，那应该就非常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台湾人喜欢脆吗？就是对甜这件事情比较特别，这样他会比较想要就是没有那么甜的东西。对，不要太甜，不要太甜。这个是蓝莓乳酪，然后里面又有加一点威士忌，那就让我来为大家品尝一下喽。因为它乳酪其实很扎实，对啊，然后还有那个蓝莓果酱，我先吃原味。好吃吗？超级好吃，它那个乳酪其实就是很扎实，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乳酪的那个奶味非常的多，你可以试试看。好啊，再加一点 cream， 你喜欢吃 cream 吗？喜欢。哦，いただきます。是不是？真的很扎实，很扎实，而且我觉得它的酒香就是一点点，就一点点而已，刚刚好，非常好吃，很会推，真的好吃。不过我真的觉得就是能够请到 Kiki 来到就是我们的节目，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其实我们来之前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因为梅田这一区真是大迷宫，对，真的是大迷宫。如果没有他今天带我们这样子很顺的把它逛完，我们可能会多绕很多圈。所以呢，也跟观众朋友说啊，如果你今天有想要来梅田的话，记得这些所有的动线啊，就稍微要研究好。你想要逛的，其实这一区可以一次就让你逛足。然后，如果你要累了，你要休息，不管是吃饭啊，或喝下午茶，这一区都是非常适合你们来的哦。最后呢，我们就非常谢谢 Kiki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所有喜欢的东西。我才要谢谢你们邀请我，因为我今天玩得很开心。太好了，那就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真的非常谢谢你喽。那我们就跟观众朋友说声再见，拜拜，拜拜。终于回到我温暖的小屋啦，真是太开心啦！我们这次住的是大阪天下茶屋的小百合的民宿。这个民宿呢，其实距离南海电铁的天下茶屋站非常非常的近，它走路其实只要3分钟的距离哦，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大阪市区逛街啊，或者是你今天要去心斋桥啊，或者是去其他景点，都是非常便利的地方哦。这个房间的风格呢，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它其实真的带有一点传统日式的风格。它其实用很多大量的木质调，然后来去形塑它整个房间的氛围。它其实有带一点点复古感。它的房间呢有2人房、4人房、6人房。房东姐姐有跟我说啊，在这个民宿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家庭会愿意来包哦。不管今天是2人房、4人房、6人房，其实它都有办法去容纳这么多的人数。家庭的氛围感其实是非常重的。他们其实有一个公领域，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这边聚会啊，互相讨论啊，聊天啊等等的部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适合如果你今天是要来大阪的家族旅游的话，也非常欢迎你来到这个地方哦。另外，房东姐姐也有跟我说，就是除了天下茶屋的这个民宿之外，其实阿贝野的地方也有他们的民宿，然后他们的民宿其实离天王寺站非常的近，生活机能也非常便利，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住到的话，也可以考虑去跟房东姐姐联络，可以去到阿贝野的地方去做。那我们会把他的联络资讯留在我们下方的资讯栏，如果观众朋友有喜欢的，也欢迎你来找他联络哦。看完今天的行程，是不是觉得收纳战利品的收纳是非常重要的呢？那我们今天有特别准备 Brandon 的压缩收纳包，然后要送给观众朋友哦。只要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旅行最需要收纳什么东西，或者是利用压缩收纳包来收纳哪些物品，我们就将我们的收纳神器送给观众朋友哦。节目的最后，非常谢谢大家观赏我们这支影片。那我家频道一直不断的有想要去挑战各个不同国家去旅行，然后就开发更多的一些收纳小物给各位。欢迎各位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最后记得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我们下周见，拜拜。